大家好，认识仪器2的主轴是交流讯号。针对交流讯号的产生、测量，还有相关仪器的量测原理，我们会简略为大家做介绍。这次共有3个主题 ：BNC 缆线、函数产生器与示波器。关于示波器的原理，可以再细分成取样原理、触发的概念、耦合的概念。实验中，时常要把交流讯号从函数产生器连接到电路上，或从电路连接到示波器。透过的媒介就是 BNC 缆线。缆线两端的接头各不相同，这端叫做鳄鱼夹，用夹子来固定线材；另一端称作 BNC 接头，接头样式为公头。相对的，仪器上那边是 BNC 的母头。公母接头具有卡榫，可以插入后旋转锁紧。BNC 缆线的两端连线关系如图：红色鳄鱼夹跟 BNC 内部相连，黑色鳄鱼夹与 BNC 外壳相连。通常 BNC 的外壳也会跟地线一起连接。在实验室中，函数产生器主要的功能是提供交流讯号。详细的操作请同学参阅其他教学影片。在外观上，一组讯号输出通常会有2个端子，一个标示 output， 一个标示 sync。使用时务必连接正确。关于 sync 讯号实际的用途，在稍后一点的实验才会用到。目前，我们纯粹观察它的输出状态就好。这是一台33210函数产生器。它的面板配置可以从说明书取得。一般来说，整个面板可以划分成几个区域：显示区、功能区、设定区。显示区可以显示目前的设定值，功能区可以选择需要的波形，设定区可以用数字键盘或旋钮设定数值。这是实验室提供的另一台函数产生器 DG4062， 具有大萤幕是它的主要特色，同时它也具有2组讯号输出的能力。右下角，大家应该可以看到2个 output 与2个 sync 接口。其他更详尽的操作，请同学参阅其他教学影片。DG4062 函数产生器的面板可以显示2组输出的设定情形，不同输出的代表颜色不同。通道1用黄色，通道2用蓝色。面板上的讯息包括频率、峰对峰值、平均值、相位差等等。最下方还会显示代表目前波形的符号。在实验室中，可以观察交流讯号的波形，同时进行数据量测的仪器，称为示波器。目前提供给各位的有3种型号，分别是2002，可以输入2组讯号；DS2072，可以输入2组讯号；DS1074，可以输入4组讯号。关于示波器其他更详尽的操作，请同学参阅其他教学影片。大部分的示波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特性。示波器的面板上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区块：通道输入、显示器、水平控制、垂直控制以及触发控制。关于示波器的量测原理，这边有一张简图可以稍作说明。目前示波器多为数位示波器，讯号输入后，会经过类比数位转换成资料点的形式，存在记忆体里面。接着示波器的处理器会依照触发条件，寻找触发的事件，再配合目前画面的时间长度设定，把资料点描绘在显示器上面。关于类比数位转换的过程，必须用到取样的概念，在讯号与系统这门课程中会深入介绍。
经过取样的讯号，其电压资料已经存在记忆体中。示波器要显示波形时，再从记忆体取出资料。示波器萤幕显示时间的长度，可以透过水平控制调整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不加以限制示波器会直接把每一段显示区间的波形画在萤幕上。以投影片为例，区段1到区段5，每段波形长得都不一样，叠在萤幕上，就是一个混乱难以区分的画面，造成无法测量。直接把记忆体的资料全部画在萤幕上，会让波形混乱而难以辨认，所以必须改用设定触发的方式，让示波器可以显示稳定而清晰的波形。原理是这样的，在画波形前，可以设定一个条件，称作触发未准。只有当资料满足触发条件时，示波器才可以画一段显示区间的波形，而且在这段时间不会再触发。除此之外的资料就不进行绘制。以投影片为例，现在的触发条件是波形必须是上升而且超过触发未准。每次有资料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萤幕就会显示一段固定长度的波形。因此，区段1到区段3，每次都取到一样的形状，叠在萤幕上，就是一个稳定而清晰的波形。讯号的组成可以粗略分成纯直流讯号、纯交流讯号以及直流加交流讯号。在示波器的输入通道方面，可以透过改变通道耦合 channel coupling 的方式，选择要不要让完整讯号输入，或是只让部分讯号通过。交流耦合的原理是用电容器挡住直流讯号，而交流讯号可以通过电容。投影片的表把讯号的种类以及通道耦合的种类可能的排列组合全部列出来。在使用示波器时，记得要灵活地调整通道耦合，以便后续的观察。直流讯号的大小，一般也称作讯号的平均值，是一个不会随时间变动的讯号。交流讯号的大小，随着不同波形有很多种描述方式。以投影片为例，蓝色讯号是一个方波，它的平均值是 1.1 伏特，峰对峰值是 0.5 伏特，占空比 duty cycle 是 35%。请同学参阅其他教学影片，助教会实际带大家产生这个范例讯号，同时再用示波器观察。